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第一条是，百威英博公布，第二季度核心利润超出预期，成本削减抵消了销售疲软。百威英博股价上涨 1.75%， 但仍比年初低 5%。该公司上半年表现强劲，保持全年指引不变。让我们关注7月份科技股下跌，小盘股飙升，因市场预期利率将下调。房地产和金融股领涨，受利率预期影响，受美联储加息影响最大的行业也表现强劲。接下来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暗示，尽管加息周期可能不可避免，但利率降息的具体时间仍不确定。市场预计9月降息。纳斯达克在鲍威尔讲话后大幅上涨。接下来这条，好时公司下调年利润和销售预期，季度销售额下降近 17%。凸显消费者对其糖果和巧克力的谨慎支出。受此消息影响，好时股价在周四盘前交易中下跌超过 4%。即使好时提高产品价格以应对成本通胀的影响，它也一直是为数不多的获得市场份额的公司之一。然而，随着各收入阶层的消费者变得更加注重价格并寻求更便宜的替代品，需求趋势已发生转变。接下来，由于运力过剩和竞争激烈，精神航空公司预估本季度收入低于分析师预期。该航空公司遭受 CrowdStrike IT 中断的影响，预计3季度营业收入将减少720万美元。让我们关注，美国失业救济申请人数达11个月高点，表明劳动力市场略有疲软，但此时申请量通常波动，失业救济金申请持续上升。部分原因归因于汽车工厂因改装而临时关闭，以及德克萨斯州飓风伯利尔造成的干扰。尽管申请突破了今年 19.4 万至 24.5 万的区间上限，但裁员总体上仍然较低。让我们关注，交通部提议新规，禁止航空公司向家长收取与年幼子女同坐的费用，要求将13岁或以下儿童免费安排在父母旁。接下来这条，受疲弱经济数据影响，美国股市周四下跌。尽管 Meta 财报好于预期，美联储暗示9月降息。接下来这条，美国经济疲软迹象明显，每周失业救济申请人数意外增多，制造业活动进一步萎缩。ISM 制造业 PMI 降至2023年1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。数据公布后，10年期国债收益率和3大股指下跌。接下来这条，受经济降温迹象影响，科技股普跌，英伟达股票下跌超 6%。之前 AMD 财报超预期，英伟达股价曾大涨 12%， 但微软、Meta 等大客户的巨额资本支出缓解了投资者对英伟达营收前景的担忧。下一条，亚马逊第3季度销售预期低于分析师预期，盘后股价下跌 5%。虽然该公司每股收益 1.26 美元，高于预期的 1.04 美元，但投资者关注报告中的弱点。亚马逊广告收入低于预期，云计算业务亚马逊网络服务收入超出预期。接下来，美股重挫，科技股领跌，纳指跌 2.3%， 道指跌 1.2%， 标普500跌 1.4%。制造业收缩，失业救济申请增加，建筑支出下滑等经济数据疲软，导致收益率跌破 4%。尽管9月份美联储降息预期增加，但市场消化经济数据不佳，美股承压。下一条，英特尔公布第2季度财报，营收和利润低于预期，宣布削减 15% 员工，暂停派息等100亿美元成本削减计划。第3季度营收预期为125至135亿美元，低于分析师预期的143亿美元。消息发布后，英特尔股价暴跌 16% 以上。最后一条是，苹果公布第3季度财报，营收和利润均超预期，但 iPhone 销售额同比下降。大中华区收入低于预期，但销售额总体有所改善，且 iPad、Mac 销售额超预期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